大家好，我是姜维。本期视频我们找来了 Redmi K-Pad、红魔电竞平板3 Pro 和拯救者 Y7 版4代，聊聊这几款小尺寸安卓平板。首先，我们得想想自己为什么需要一台小平板呢？影音、游戏和办公是平板的3大应用场景，但小平板的影音和办公体验呢是比不上大平板的。小平板能带给用户的独特体验主要是2个方面，一个呢是单手掌握的便携感，另一个呢是适合握持操作的游戏。那其中呢 iPad mini 系列是提及小尺寸平板时绕不开的产品。那机身尺寸呢是这个系列最独特的地方。不过，当安卓阵营的小平板也多起来之后呢，它的机身尺寸优势就不存在了。这个时候再看硬件参数和系统功能，iPad mini 7的挑选理由就只剩下苹果生态了。那如果你就认定要用苹果生态，否则我们并不推荐入手这个 iPad mini 7，不太划算。而在这几款安卓小平板之间呢，它们的手感也有差别。拯救者的机身尺寸要更修长一些，所以呢，在竖屏握持的时候，它的手感会更好。而 Redmi 采用芯片主板中置的设计，重量分布均衡，并且呢，整机的重量是它们里面最轻的，所以综合场景下手感是最好的。红魔呢相对较重，横屏握持久了会有点累，但它的机身采用纯平设计，放在桌面上用的时候可以避免跷跷板的情况。在游戏方面，红魔和拯救者搭载的是骁龙8至尊版 ，Redmi 搭载的是天玑9004加，其他的配置都列表显示，大家可以暂停观看。看起来都是旗舰级的性能水平，但是这里又要说但是了，因为芯片的不同，导致它们的游戏体验存在明显的差异。之前我们都会从原神开始但由于这一代的芯片性能提升巨大，哪怕是1080P 的原神，各家也是基本满帧的状态。所以这一次我们把测试游戏改为了绝区零。那这呢是一款比原神更要吃 CPU 性能的游戏。测试的环境呢还是25摄氏度室温，200尼特屏幕亮度，性能模式画质拉到最高，游戏分辨率是1637×1044。不过我们不采用光影广场跑图，而是直接进行高强度战斗，连打10次的微局强袭。当然不同的战斗手法呢也会影响负载。那为了防尬，我们把战绩贴在这，全服排名前2%。我们呢每次都是打一旋这一组，每场评分至少是5万。战斗流程和排轴基本固定，玩过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手法强度绝对不放水，可以让负载变得更大。另外呢，连打10次也可以抹平手法细微差别的影响，而最终的帧率图则去掉了进出地图的掉帧。那从帧率曲线来看呢，红魔和拯救者属于5.5开的水平，它们都接近满帧。红魔是平均60.4帧，功耗9.4瓦；拯救者呢是59.6帧，功耗9.5瓦。不过在帧率波动方面，拯救者的表现要稍微比红魔少一点，但偶尔还是会有掉帧。相比之下呢 ，Redmi 的表现就比较跌宕起伏了。我们首轮测试发现它的帧率波动比较大，并且平均帧率只有55.2帧，功耗是7.6瓦。就在我们要定稿之前呢 ，Redmi K-Pad 收到了一个更新，因为这个时候怪物已经变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再复测3款平板。当然，我们同样保证了测试的强度每场评分依旧是在5万以上。复测的结果显示呢，其他2款平板基本没什么变化，而 Redmi 的帧率波动幅度明显变小了，平均帧率也提到了58.7帧，功耗提升到了10瓦。那相信大家跟我们一样好奇这个推送的前后到底发生了啥变化。我们都知道绝区零想要流畅单核性能至关重要。查看细节调度可以发现Redmi 之前的调度就已经挺积极了。那 X925 的平均频率达到了 3.2G 赫兹，校正后平均使用率也高达 77.9%。但显然这样的 CPU 性能并不满足高帧的需求。优化调度之后呢 ，Redmi 大幅提升了3颗 X4 超大核的频率和使用率，这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CPU 性能的不足。不过 X4 跟 X925 的性能差距比较大，所以偶尔掉帧还是少不了。当然，通过这次更新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厂在调教和后续优化上确实是比较有保障的。那相比之下呢，骁龙8至尊版的优势就明显很多它呢有2颗跟 X925 性能同级的 Prime 核心只要积极调用这2颗核心，绝区零就能做到满帧。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天玑9004加的架构瓶颈。那如果你玩游戏更吃 CPU 单核性能的话，那就更推荐骁龙8至尊版的机型了。
而到了星穹铁道啊，情况又反了过来啊。为了进一步体现出它们的性能差异，我们在黄金时刻开启了飞霄技能跑图，跑图速度呢比常规冲刺跑又提高了50%，这也意味着单位时间内的负载变得更大了。总画质保持在非常高，而分辨率依旧维持在1080p。虽然它们都可以卡出2K 以上的满分辨率，但是开局就跑不了满帧，所以就不测了。另外呢，因为拯救者开启普通模式后会掉到840p，所以呢，它们都统一为兼容模式来测试。最终帧率图啊，去掉了吃能量豆的部分，全程都是跑图的阶段。按照顺序啊，我们先来看看红魔的表现。这一上来呢就没稳住啊，红魔平均是58.7帧，功耗更是逆天，给大家3秒钟猜一下到底是多少。OK， 公布答案，红魔平均功耗是14.8瓦，峰值功耗是15.8瓦。更逆天的是红魔的温度，它的机身最高温度达到了惊人的60摄氏度，正面呢也达到了52.9摄氏度。最核心的发热源啊，就是芯片的主板所在。那查看数据会发现啊，红魔的 GPU 平均温度高达96.9摄氏度，最高是106度。而电池温度后期呢也达到了50度，而如果到30度的室温，那发热都不敢想了。要知道这可不是烤鸡啊，没有破解任何限制，单纯就是在游戏里开启了跑图技能，所以这是普通玩家可以轻松接触到的负载。但红魔看起来似乎没有温控阈值啊，超高的发热量不仅让手持操作游戏变得难受，还可能会出现烧主板、电池寿命衰减等问题，危险性还是挺高的。这样的调度方式啊，不值得推崇。那我们看看有温度阈值的表现是怎样的。这是拯救者的帧率曲线，它呢一开始也是充分释放性能，这一段平均呢能有59.1帧，功耗是13.1瓦。之后呢，它在13分钟的时候开始根据温度进行动态调节，这一段的平均帧率为50.3帧，功耗10.5瓦。最终它的平均帧率是54.1帧，平均功耗11.6瓦，机身是46.9摄氏度。同样有一定的发热，但拯救者的调度更合理、积极，但不激进。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 Remy 的表现。看这条帧率曲线，非常棒，全程稳定流畅，平均是59.4帧，功耗11.9瓦，机身温度48摄氏度，表现呢明显要比另外2款平板要好。我们看细节调度啊 ，Remy 更积极的调用了3颗 X4 超大核，这呢提供了更好的 CPU 性能支持。而在 GPU 方面，虽然天玑9000加默认抓取不到 GPU 使用率和 GPU 温度，但是根据我们之前测试的经验来看，想要征服星穹铁道 ，GPU 性能是至关重要的。从结果倒推的话呢，天玑9000加的 GPU 表现应该是比骁龙8至尊版要好的。当然，这背后呢也离不开 Remy 的调教啊，使得它实现了比游戏平板还要好的表现。另外呢 ，Remy 的散热也相当的优秀啊，可以更快的把芯片热量传导出来。对比红魔的散热 ，Remy 热量分布的更均匀，这呢也是 Remy 能够持续释放性能的基础之一啊。最后呢，考虑到 FPS 游戏在小平板上的热门程度，我们呢也测试了和平精英的表现，画面设置为流畅画质120帧，开启抗锯齿。那从结果来看，表现最好的是红魔，平均120.9帧，功耗5.5瓦，机身温度也只有37.4度。紧随其后的是 Remy， 平均也有119.9帧，功耗是5.1瓦。Remy 这个表现啊，相比我们最初测试时是有明显提升的，1% low 帧也有108.7帧，持续优化这一点做得很不错。而拯救者啊，虽然也跑出了119.9帧的成绩，但它功耗呢高达7.1瓦啊，主要是各核心的频率拉得太高了，调度还有优化空间。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完3款小平板的性能差异，它们都是目前顶级的性能，但是不同的游戏表现还是有差距的。简单来说，如果你玩的游戏比较吃 CPU 的性能，那么红魔和拯救者会有更好的表现；如果你玩的游戏更吃 GPU 性能，那么 Remy 更值得推荐。最后我们再补充一些细节啊，这个 Remy 和拯救者呢都配备了2个 Type C， 但 Remy 竖屏下方的 Type C 只能充电，而红魔呢只配备了1个 Type C， 但好在位置偏上，不影响边充边玩的体验。而在续航方面，红魔的电池容量最大，充电也最快。以星穹铁道为例啊，红魔的功耗是最高的，但它的耗电量是最低的。同时呢，红魔的充电功率也是最高的，续航体验相比其他2款要好一些。
而屏幕呢是这3款平板的一个纠结点。红魔配备的是 OLED 屏幕，但它的屏幕素质和手机端的 OLED 屏幕略有差距。另外呢，其他2款都是 3K 的 LCD 屏幕，而红魔的分辨率会偏低，哪怕按 0.8 的系数来折算，也只有250 ppi， 显示的细腻度会稍有逊色。哪怕有一些不足啊，但红魔毕竟是 OLED 屏，它的激发亮度可以达到1100尼特，在播放视频时可以有更纯净的视觉体验。当然，如果你对 OLED 屏不刚需的话，那 Redmi 和拯救者会是更值得推荐的选择。而在外放声音方面呢，红魔的声音会有点混在一起。拯救者的声音解析力不错，比较清亮。而 Redmi 整体表现最好，解析力优秀，氛围感不错。另外需要补充的是啊，系统也是值得考虑的。红魔和拯救者毕竟是游戏属性更强的平板，它们在系统稳定性、功能丰富性和动画流畅性等方面呢，还是会比 Redmi 要稍逊色一些。而且呢 ，Redmi 还可以接入米家的生态，手写笔支持也更好，设备互联及生产力上都有更大的潜力。最后，我们把价格因素也考虑进来，都是12+256GB 的情况下呢 ，Redmi 和拯救者只差了不到200元，而红魔则贵了不少。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呢 ，Redmi K 配的优先级应该是最高的，并且它还提供了8+256GB 的选项，入手门槛会更低。而除了绝区零这类很吃 CPU 超大核性能游戏，比游戏平板要逊色一点之外呢 ，Redmi 玩其他大部分游戏啊都有不错的表现，各方面也没有明显的短板，综合表现最好。而拯救者 Y700的性价比也不错，修长的机身尺寸带来更好的竖屏手感，环境温度合适的时候也基本是通吃各类游戏，而且它还是唯一一款支持 TF 卡扩展的机型。红魔电竞平板3 Pro 的选择则比较简单，你只需要考虑一点，你是否需要 OLED 屏幕啊？毕竟红魔就是唯一的选择。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这3款安卓小平板，哪款更符合你的喜好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最后再求一波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